那我自己记得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就是他给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这个要是想去练滑冰，你就得要想拿冠军。Winner of the gold medal, Yang Yang 我觉得我可能是喜欢一点挑战的人，有点挑战的，然后通过这个挑战，你会突破一个极限。我就是要拼，然后要面对它，承担它，然后我不会临阵退缩。所以我一直觉得别人在谈偶然性，我说不要谈偶然性。在我这里，在为高水平的运动员，因为我是冬奥会实现金牌龄的突破嘛，2002年。Hello， 杨洋老师。然后它原来是一个首钢，那原来首都炼钢厂的一个旧址，改造成这样的一个办公区。当然，这是我自己原来是冬季的运动员，现在又参与冬奥，这个肯定就是千载难逢的荣幸。来看前面。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中国冬奥首金。我们今天将要请出的第一位，在他的整个运动生涯里，一共获得过59个世界冠军。让我们掌声请出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洋女士，有请。那么竞技体育我们本身是很小众，但确实是有一个引领作用。那么也希望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他们的上佳表现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那么我想杨洋那个，因为在冬奥会金牌龄的突破，他比如说跟那个李宁啊、跟姚明啊、刘翔啊、李娜呀这些运动员，应该都是并列。对，哎呀！我在这儿生活了有10年了，然后2个孩子都在上海生活期间出生的，然后就有上海从零开始做了这么一个滑冰俱乐部，我们去滑会儿冰，上去吧。我已经融入到整个上海的生活当中，像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来了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这种不能融入的感觉。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80年代初还是比较封闭的一个状态，是刚刚开始开放。那么我记得我当时对世界的理解，也就是3个国家。杨洋70年代出生的，70年代咱们国家的农村普遍还是比较贫穷的啊，就是这种。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室外冰啊，孩子可遭罪了，就上冰滑半个小时，必须那得下来。零下30多度啊，苦嘛，就是冻耳朵呀。那时候耳朵到冬天，因为保暖不善，它就会冻得很大，然后很痒，然后一层层皮往下掉。我们小的时候就放了学就去训练嘛，训完练才能吃饭，你这还这个补顿餐。84年我学习的滑冰，然后那年也正好是我们第1次派夏季奥运会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那么我还记得看到中国女排，看到这个体操李宁王子在这个外国升国旗奏国歌。或者叫上不要品牌啊。那么我记得我学习滑冰的时候，我妈还经常说，这个滑冰能有什么出息啊？打粗溜滑，对吧？她觉得女孩子更加应该是跳舞啊、唱歌。但是我的性格呢，小的时候比较像男孩子，比较泼辣。妈，我为什么不能冰？为什么不想上冰？原来是这个原因呢，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也不想滑呢。那看来你还是喜欢滑冰的，对不对？志祥学滑冰的第2年，那个时候还多小。他每天放学回来吧，因为他先回来，我都不知道他滑冰。我说这干啥呀？都是滑冰。当时也没有这个思想意识，说是让他以后得怎么地呀。他小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孩子，他就非常专一。那妈妈，我想滑半个小时。
可以，就滑半个小时。今天我觉得你今天答应我滑半个小时，妈妈已经很开心了。来，往膝盖往前顶着蹬冰，去吧。手臂要打平了，晨晨。还行是吧？我是非常幸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对我教练啊、父母啊，还有朋友啊，影响都非常大。但如果说很小的时候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我父亲是，功不可没的。那我自己记得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就是他给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这个要是想去练滑冰，你就得要想拿冠军。93年进到国家集训队备战，然后很兴奋，因为跟这些等于中国最高水平的了。这是我的日记本，然后这里边有一些话还挺有意思的。我写的奥运梦我做了很久，这是机会也是挑战。97年拿完个人全能冠军，面对98年还是压力太大，然后怕输。我就是要拼，然后要面对它，承担它，然后我不会临阵退缩。其实第一次听说杨洋还是在那个98年，我那时候杨洋已经是咱们那个短道速滑的院名将了。Yang Yang were training really hard before the Nagano. She was in a very good shape and can beat the Korean. 500米比赛之前是非常紧张，但是因为500不是我的强项。然后我还记得后边2-3圈，机会并不是很成熟，但是我当时还是赌了一把，这个去尝试做了超越。其实比完赛下来，我特别的懊恼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决定。特别坚韧，就是这种性格啊，就是说，我可以失败，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短板弥补过来啊，我一定要拿最好的成绩。我要迎刃而上，像有人说的，输不能输在精神上。作为一名运动员，责任就是拼。所以，在1000米的这个赛前，我还特别把自己掐自己的手臂啊。9 laps in this Olympic 1,000-meter quarterfinal then. Yang fourth through the first few laps. The world champion now stepping on the gas, coming up through the field and going into the lead, followed by the Korean Kim Young-mi. What a race! The young Chinese woman blasting away. A world record for the Chinese, an amazing display in her first Olympic appearance. 1000米能够在决赛之前打破世界纪录，说明我的竞技状态水平是到了，所以对决赛肯定就有了更多期待。And now here are the athletes competing in Final A for the ladies 1,000 meter. In the final, there are 4 skaters, 2 Chinese and 2 Korean. Yang S of China. And to be honest, we should discuss the strategy, but we didn't. 当时因为之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磨合，而且那时候我们的竞争状态要大于合作的这个状态。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我记得一开始就他跑到前面了，然后我跟在第2位，2名韩国选手是跟在后边。滑到差不多4-5圈左右的时候，我就尝试从里道超越，他没有让我上，所以我就开始全力超越。超过去以后，小杨就有点跟不上了。他跟不上了以后，2名韩国选手就顺利的把他给超过去了。其实整个的滑行我都是比较兴奋的状态，然后最后冲刺的最后一个弯道，我能感觉到里边上来一个人，然后很明显的是在推着我，然后我呢肯定是顶着他。最后就2个人那么裹在一起冲向终点，而且他一庆祝也把我弄懵了，我到底会是什么个结果？所以我当时实际上是在等裁判的一个宣布，那么他宣布的时候，很遗憾就宣布的是我犯规。当时判罚那你只能是接受，我没有别的其他，是吧？我们至于申诉这些东西，那
都根本就没有用。那么反正整个人那个状态是很懵的，当时是脑子一片空白。She got disqualified. That was my second silver. I should be happy, but I couldn't because at that moment I realized both of us lose. It's not only me or her, because we are a team. 今天拿起笔就是要回到现实，回到这个只有拼搏的现实。然后最后一句话叫“人生能有几次搏”，太有意思了。现在回头看。Now join the skaters competing in Final A. 因为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呢，它既是个人项目，我们单项上都是竞争的，但是呢又是个集体项目，像我们还有接力，那个是必须要配合的。The 3,000 meters we have 27 laps. We lead the 25 laps. We were ready and we were strong. 但是杨洋他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他针对的这个选手也是一韩国人。She had to skate the last 2 laps, and when they did exchange, the Korean team passed us from the inside. 对他来讲，抱的希望也是非常大。由于这个承受这个压力比较大呢，可能从心理各方面来讲，背的这个包袱呢也有一点重了。Deuxième place, médaille d'argent. Yang Yang A, Yang Yang S. 这个银牌并没有，我的目标是金牌嘛，所以那个银牌对我来说，多少还是一种失望。那对于我来说，其实那个时候也确确实实。那种还是很失落的。就是一个，第一个他就是永不认输啊，第二个他是一个善于反思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自己也非常逃避现实，非常的困扰，然后跟队友的关系也很微妙，所以对未来是很迷茫的。我甚至当时也98年冬奥会回来以后去联系了国内的某个大学，所以也被学校拒了。那么等于我想退役、想上学的这个路也不通。然后再加上内心里头还是多少有很多不甘，就是你会觉得就这么放弃了，然后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会觉得有这么个遗憾然后但内心里头还是有那么点不服输，就你还是内心里边总觉得这个。还是想试试。当初也没想到说两个孩子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就是你好好滑冰，将来回县里当个老师就可以了。杨洋父亲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因为他这个很要求进步的人。当时其实那年还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事，就是我父亲车祸去世，所以他去世对我来说也是。到95年进入国家队以后，然后了解的相对比较多了。在运动成绩这一块呢，他又不是很突出。那么整个被孤立起来有那么1年的时间，没有人跟我说话，然后我自己内心很难受的，因为经常会有些小动作让你，比如说吃饭，你会有一个苹果核就会撇过来。She had a few years really tough. Sometimes she really wanted to quit, but she convinced herself keep going. 质的变化，就原来在我的概念里边，就像我爸爸小时候教我一样，先苦后甜。这个运动员必须是努力付出的。所以这1年当中，对大洋来讲，我要说挺关照他，各方面我会很注意。完了，加上他自身又非常努力，不到1年当中，他就能在亚冬会的表现那么好，就把韩国的奥运会冠军都赢了，是吧？然后在那之后，连续一直到2002年奥运会之前，我再也没输过，全能一直是我一直拿全能冠军。Lad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19th Olympic Winter Games. 结果第一项1500米又是我的强项，而且当时是1500，第一次成为奥运会的这个项目，所以自己也是对这个1500也是特别期待。甚至到他最后转业，是吧？他一共拿到了6届全能的世界冠军，连续的6届，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任何人能超过他的，是吧？盼着这个东西实现这个零的突破。反正比赛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对摆臂、呼吸都不协调了。反正剩个差不多滑到一半的时候，小杨就摔出去了。我当时剩个3、4圈，正常来说，按照以前的状态，我应该外道超越呀，我应该尝试超越了。但那时候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整个的那个状态都是很疲惫，所以你已经把自己放弃了。1500最后只拿了个第4名。哎呀，比完赛之后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个很没面子，然后内心里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委屈。当时什么都没说，当时我们什么都没说，他们也没说，我们也没说。作为大洋来那种表现，终于这种压力这种东西没有经历过，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没有各方面那种情况。那个印象非常深，就是一直在发抖。但是毕竟那么多年经验了嘛，然后我的最强的对手是保加利亚的选手，那个拉达诺娃，爆发特别好，而且是500米当时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从上冰开始就一直在发抖，然后一直在深呼吸，在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我在我所有战术里边、预估里边想都不敢想的，不在我的战术计划之内，跑到第1位。所以我跑到第1个弯道，我能感觉到后边有人在顶着我，然后我就停了一下，停了一下以后，他就顶到我身上，这样他的节奏就乱了。然后冲刺的时候是一种释放，就觉得这几天的压抑，或者是这几年的压抑，就一下子就都全部都释放出来。22年这块是吧？经过了这么多时间，经过了10几年的努力，他要干什么干什么事儿吧，做个什么事儿也是的。我父亲告诉我一句话也非常重要，他经常讲的就是要先苦后甜。Winner of the gold medal,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ang A. 就是我站到过领奖台很多次，但是那是唯一的一次浑身发抖的。然后我就唱国歌嘛，用唱国歌的方式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实际上一直在发抖。Mesdames et messieurs, applaudissons les médaillés olympiques en patinage de vitesse sur piste courte, 500 mètres dames. 所以当时那种一实现了这种东西，从心里来讲，感到这一块是终于算。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我心里就忽然有一种什么感觉，有一种失落。就好像这些年的目标一下子实现了。一
1000米我就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我了，然后我和小杨俩进决赛。也没有浑身发抖的状态了，然后滑的也很放得开。We said, okay, we can be one. I can go lead the 4 laps. Yang A, you can pass me up. I know she's stronger than me, silver or bronze. I can be the top 3. We were a team, and we won. 就是会意识到这个团队的荣誉，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个人之外还有团队。所以运动从原来的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为国争光，到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社会追求平等的方式，融入社会的方式。然后通过运动的方式去帮助这些孩子的成长。特奥是种这个特殊方式，能够支持这种特殊群体，让他们通过运动能够融入到社会里边来。这也是我自己内心里边特别认同的一种价值观。压步啊，李想，你好，出弯道再压一步，李想。老师真的很厉害。他就是总是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所以我小的时候嘛，是洋洋教练的给我一些速滑的。把腿收回来啊，蹬完了收回来，收回来。这样老师这样就滑不快。抬头抬头啊，抬头，哎。如果遇到了困难，你洋洋教练一步一步来教我，你姿势不对也要让教练来帮助我一起改一下。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慢一点啊。你想忘了压步了吗？从最初孩子们上冰都站不起来，到现在参加了世界特奥会比赛，还拿了好多金牌回来，还是成长蛮快的，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对，这脚蹬过去，哎，你看这多快呀！走了，不可以，一开始都不会滑，其实都挺勇敢的。理想下一次比赛什么目标？要拿冠军吗？哎呦！加油！你滑多少米？然后让这些孩子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然后不断的去学习，然后通过提高能够感受到这种成就感。那个在奥运会上改变的命运是能够获得一枚金牌，也是找到更好的朋友和伙伴。我参加过3届冬奥会，只有都灵是参加了开幕式，然后开幕式上我就成为了这个我们历史上第一个女骑手，然后也留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当领导说：“哎呀，那个骑很重的吧？”我说：“应该没问题。”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ladies 1000 meter A final. 所以我都灵冬奥会，我当时的就想我。最后给自己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只要我能心安理得的离开，结束比赛。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1000米我进入决赛，我跟王蒙俩还有2个韩国的年轻选手，他们俩那个韩国选手非常强，当时的那个女孩子拿了3块金牌，然后我也知道我的能力基本上能勉强拿块奖牌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但是我还是想试试跟王蒙俩能有一个配合。当然，我跟王蒙的配合不像跟小杨的配合那么默契，就是我们2个人都能发挥出最大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对于王蒙来说，可能他缺乏的是领滑的这个能力，有人要帮他领。
就我在前面领花。基本上大半程是我领下来的，最后3圈交给他，然后他跟另外2名选手，那么也就意味着我后程基本上是一个放弃了。Choi Yoon-kang has been disqualified. That gives Wang Meng the silver, and Yang A, in her final race, does win bronze. 然后也做到了自己原来回来的时候的那个承诺吧，就承上启下，然后心安理得的离开。原来最初我只想去拿金牌，因为只有金牌才是重要的。到后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拿了1块铜牌，我都认为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非常珍贵了。杨洋对中国来讲，他是应该代表着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年代的一些这个体育人，在这个实现自己伟大的目标理想。我总说，有的时候你是在似乎是在用一种方式去结束，但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开始。